就是中国精神，广西狼兵后裔，绝不认输。我说了。他是擂台上的恐怖杀手，同时也是 KO 老外的专家。不管对手来自哪儿，实力有多么强悍，都会拜倒在他的铁拳之下。那他之所以会打法如此强悍，一个是因为自身实力够硬，另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一名纯正的广西狼兵后裔。狼兵后裔绝不后退，也绝不认输。战汉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场上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就是广西狼兵后裔蒙国东，另一边蓝方选手这个大光脑袋啊，就是来自巴西的维克托。那这场比赛蒙国东的对手也就是这个维克托呀，身经百战，可以说实力非常强劲，职业战绩8战67胜，而且有50次的 KO。但是尽管对手实力如此强悍，有着狼兵血脉的蒙国东也绝不会后退。上一个月呢，他打了一个日本人，也是一样啊，直接把日本人给 KO 掉了。对方丢白毛巾都急啊，在白毛巾还没落地的时候，他就把对方 KO 了。这中国后场转欢迎高洛有一个重击，太漂亮了！对方也是 KO 高手啊，但是呢，顶不过蒙国东的重拳。刚才双方互换了好几个重拳，是，但是维克托好像已经有点软了。现在就看这个蒙国东能不能冷静下来，然后 KO 对手啊。这个维克多待在泰国劳苦俱乐部7年了啊，曾经跟我们这个孙维强打过，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这个时候维克多那个一定要那个，这个时候蒙国东一定要冷静下来，对，不要大意，不要把这个防守漏下来啊，因为这个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是，而且在泰国他打缠麻的，所以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对，还有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个节奏也都拉下来但是蒙国东给他喘息的机会啊，压得很紧。觉得蒙国东猛虎出甲。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一回合的比赛时间刚刚过半，维克托就已经被蒙国东压着打了确实是狼兵后裔够猛，自身实力也是够强，哪怕是如此恐怖的维克托也要被蒙国东压着打。非常的逗了开始打腹部，对，有效果。蓝方的维克托连头部带腹部，哇，这种击打能力非常强，太强了。对，维克多的眼神虽然很愤怒，但是呢，他无可奈何。是，你看这个眼神非常蒙国东的这个拳是上下结合啊。是，刚刚也还了蒙国东一拳。那维克多说了，他巴西跟泰国最大的不同是，他在泰国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好好的训练，在巴西没有办法。是，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对。然后蓝方的教练叫他一直站在擂台的中央，但是顶不住啊，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是他一点不急，不慌不忙的找机会。好的，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一回合我们看的是非常的舒心因为蒙国东打的实在是太漂亮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到连续的重拳，维克托根本扛不住，如果格挡脑袋马上就打肚子，挡肚子那就打脑袋，只要是对手不防哪儿，那蒙国东就要打哪儿。而且我们看蒙国东的每一拳出拳思路都很清晰要打哪儿脑子已经提前想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看一下第二回合蒙国东依旧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带着护士在讲那个话的，所以要特别的清晰，是特别短简洁。看看经过这个1分钟的休息，维克托有没有缓过来，调整过来。蒙国东的拳还是相当的凶悍。蒙国东刚刚一边退一边出腿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他对着出了一拳，又对着又出一腿，上下结合的很好。是，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对，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是，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是，控制距离也控制得特别好。是，然后对手的协调性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了。是，可能稍微要僵硬一些。对。
其实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这个打出感觉了之后呢，怎么打怎么有，是就很自如。对，况且还有轻重缓急。对啊，有虚有实，有轻重有缓急。现在这个蒙古东的心态就是放的比较平了，然后把自己放到一个胜利者的位置上去打这个比赛，就很轻松。对，但是各种动作都能出来。对，但是力量好像这段时间力量好像放下来了，没那么重了。对，但对手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是，不能给他这种。那在之前的比赛里，维克托一直是在中国拳坛兴风作浪啊，而且是来一个中国选手他就要打废一个。那赛前我们也是说过，这个嚣张的老外每次打废一名中国选手之后啊，都要去鄙视全场，而且当着咱们中国选手的面啊，竖起了中指，可以说是嘲讽拉满。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嚣张。不过遇到了蒙国东啊，他这个嚣张就不复存在了啊，已经被打得很惨了。这样，希望蒙国东赶快压回去了。蒙国东点打得很准，但是呢，他力量有点下滑。力量下来了，蒙国东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拳打得很准，对，很准。对。然后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打到对方？再重新去组织，去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是一个经验。加强进攻了。加强他的力量啊，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有时候20几岁，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对，啊，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身体打不动，体能又不行了啊。所以说，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可能要比较早一点练拳啦，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对，是哦，要早一点练拳。对，是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了。是。好的，现在呢，第二回合的比赛也结束了啊。第二回合依旧是蒙国东表现得非常漂亮。我们看蒙国东现在还是比较兴奋的啊，台下观众也很兴奋。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场的精彩回放。哈哈，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教练教什么就只能练，但是没骂。对，那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回合，也就是最终局了。前2个回合两个人打得都很激烈啊，这个体能消耗也非常大。第3回合还是要加把劲儿。看到开场之后，两个人都在互相踢腿，互相的去试探啊。尽管是试探，哎呦，好的，蒙国东一记低扫撂倒了维克托，这一下很突然。那看一下第3回合，蒙国东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密度和重击的击打，是因为蒙国东在第一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啊，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那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不要留情。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是意志力很好，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其实在心理素质上啊，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比较不会怕。对，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强，是撑得下，综合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看他反击起来，也是啊，而且在他这个年龄呢，在他这个年龄能打成这样，我感觉很不错了。对，能坚持到这种程度。是。好，那个蓝帮选手就说那个红帮累了，而且那现在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半了，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第3回合的比赛就要结束了。现在台下观众啊也都在为蒙国东加油，因为他们都知道维克托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的气愤。现在就看蒙国东在这场比赛能否 KO 掉维克托，为大家解气。在比赛场上确实是这样，你在听到对方累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感觉对方很累的情况下，他就是走一步自己会滑倒的情况下，你就会瞬间你就有力量了。对。哦，又一个顶膝，抓的这次机会。杨卓啊，在比较紧急的状况，就大口呼气，调整自己。啊，护齿掉了，护齿脱落了。好，就是塞回去。对的，现在我们是塞回去了。啊，这个时间快结束了，没多少时间了。对。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蒙国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他都会
面朝中立脚，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是不是？等着观众帮他加油，然后给他鼓气。对，有可能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冷静冷静。对。最后10秒，现在2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用这种小的点拳，在控制对方的距离，打点。好的，现在比赛结束了，2个人打满了3个回合。那这种实力强悍的2名选手打满3个回合确实不是很多见呢。2名选手的打到最后也都很累了。那这场比赛比较精彩的是没有产生 KO，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好的，那最后让我们恭喜蒙国东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观众朋友们对于这场比赛有何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那好的，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